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史上最完美、最高智商的劫机，到现在都没有破案，而且至今也无法找到劫机者。这个人的知名度在美国也是家喻户晓的，他的手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事情呢，要从1971年的11月24日说起。这天也就是感恩节的前一天，有一个叫做 Dan Cooper 的人花了$20搭上了西北航空305航班，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前往西雅图。这是一段非常短的旅程，航线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。这个 Cooper 在上飞机的时候，身上就带了一个公文包和一个纸袋子。他坐在18C 的座位上，向空乘叫了一杯 whisky 和苏打水。当天下午3点的时候，飞机起飞了。Cooper 叫来一个空乘，并给他一张小纸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空乘以为是乘客想要他的联系方式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直接把纸条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然而 Cooper 见那个空乘没有什么反应，又叫了他，和他说：“小姐，我有一颗炸弹。”开始这个空乘觉得这只是个玩笑，但是 Cooper 让他坐到自己的身边，打开了公文包，里面确实装了一个类似于炸弹的装置。说到这里，有人要问了，难道当时没有安检吗？事实上是当时的安检没有现在这么严格。当时的美国飞机上面是可以抽烟的。这个空姐看到了这个公文包里面的情景，大惊失色。随后 Cooper 让空姐给机长带话，他想在飞机降落前要$20万，并且都是20块钱的面值，而且指定了要用背包装起来。随后他还要了4个降落伞，并且在着陆的时候要一辆加油车给飞机加油。这里面有几个细节，就是 Cooper 为什么要求$20万都是20块面值的？降落伞毫无疑问是跳伞用的，但是为什么要了4个呢？我们接着看 ，Cooper 强调了这并不是开玩笑，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，他随时都会引爆炸弹。随着飞机到达了西雅图的机场，并且 FBI 也同意了 Cooper 的要求，然后他就用36名乘客和2名空姐交换了钱和降落伞。当飞机加完油，这个 Cooper 又要求机组人员把飞机开往墨西哥城，而且飞机要保持在1万英尺以下。这个时候的飞机上一共就5个人，里面包括了2个机长、1个机械师，还有一个把钱送上来的空乘。他让3个驾驶飞机的人都待在驾驶室里面，只让这名空姐陪着他。他随后问这个空姐，飞机后面的门怎么打开？在当时美国的西北航空的飞机尾部是有门的，但是为什么是飞机的后门而不是前门和中间的门呢？原因是因为飞机的前门和中间的门一旦跳下去，很容易卷进飞机的涡轮引擎里，只有在后门才能安全跳伞。空姐和他说后门在飞行的时候是打不开的，但是 Cooper 却让他不要管这些，只要告诉他就行了。于是空姐就跟他说了，随后呢，他就让空姐去了驾驶室待着。从这点来看，这个劫匪貌似很懂当时的飞机构架。墨西哥城离西雅图的距离其实非常远，这架飞机加满油是飞不到的，而且他还要了降落伞，所以 FBI 知道 Cooper 根本就没有打算等飞机到达目的地。随后 FBI 派了2架战斗机跟踪了这架客机，想看清楚这个劫匪是什么时候跳的伞。当时在这架客机的周围刚好还有3架战斗机也一起跟了过来。结果当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，而且又是晚上，这5架战斗机根本就没有人看到客机上有人跳下来。在当天晚上8点整的时候，驾驶舱里面传来了开门的警报。机长知道 Cooper 打开了舱门，随后就用语音联系了客舱，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Cooper 说了一句 no， 随后就再也没有了声音。等到8点24分的时候，飞机突然抖动了一下，应该是后面的舱门的架子打开了。机长觉得应该就是 Cooper 跳下去了，但是他也不确定，也不敢问他，于是便记下了当时的坐标。等到飞机燃油快耗尽，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的时候，机长才打开门，发现这个劫匪已经不见了。当时调查的时候发现，他把钱和公文包都带走了，就剩下3样东西，这3样分别是2个降落伞，还有1条领带。后来调查了这些证物，发现了2个降落伞的绳子都被割了下来，也许是 Cooper 想把钱绑在自己的身上，方便跳伞。FBI 后来采取了这条领带中的 DNA， 以便于调查 Cooper 这个人。随后警方就在机长提供的定位周围采取了地毯式搜索，结果直到现在也没有搜出这个人。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好多部门包括警察、军方、FBI 和私人团体都纷纷参与了这个案子的调查。大家都随着飞机飞过来的沿线来找 Cooper 的下落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据当时的空姐回忆，这个劫匪身高1.8米，40岁以上，穿了一件黑色的雨衣、白色的衬衫和棕色的鞋子。他当时购买机票使用的是现金，用的身份证自然也是伪造的，身份证上面写的是 Dan Cooper。于是警方就在定位跳伞周围的小镇上，还真的抓到了一个叫做 Cooper 的人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Daniel B. Cooper， 但是立马被排除了，因为当时在飞机上的4个机组人员都见过他，所以一看这个 Daniel B. Cooper 就不是嫌疑人。但是当时的媒体把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，所以大家都认为 DB Cooper 就是这个嫌疑人的名字。在1980年，也就是 Cooper 消失后的第9年，有个小男孩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一个装满$20现金的破袋子，一共价值$5800。最关键的是，纸币上的序列号都和当年 FBI 提供劫机用的钱的序列号是一致的。当年 FBI 记录了$1万纸币的序列号，但是直到现在，除了找到的$5800之外，并没有在全国的银行里发现有任何相同序列号的钞票进出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钱他压根就没有使用过。
于是好多人觉得 Cooper 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当时跳机的时候外面风雨交加，而且又是11月底的天气，在高空的温度是非常低的，人跳下来不可能可以生还的。但是另外一部分人觉得，这个 Cooper 既然想劫机，那一定是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齐全了，包括飞机的时速、高度、气候还有位置，这些前因有可能是他在空中的时候掉落的。随后警方在这条小河边上又展开了搜索，但是依旧什么都没有找到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劫匪还活着。老百姓都听说 DB Cooper 这个事件，都觉得这个人是个传奇人物，因为他完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劫机，并且有好多人都自称是 DB Cooper， 后来纷纷被排除了，他们有些只是为了媒体关注他。在2016年的7月 ，FBI 停止了对这桩劫机案的调查，因为实在找不到这个人，而且也过了这个案子的调查期限，而且以年龄来算的话 ，Cooper 如果还活着，就应该已经将近90岁了，相貌已经完全变掉。那为什么说这个 Cooper 是个高智商犯罪呢？刚才提到的4个降落伞，后来经过分析，是 Cooper 为了迷惑 FBI 制造的假象。当时飞机上一共有5个人，如果 Cooper 只要求带1个降落伞，那 FBI 势必会在降落伞上做手脚。那为啥是4个而不是5个呢？因为他想让 FBI 以为他要自己开飞机，让4个机组人员跳伞，所以 FBI 也不敢在降落伞上做手脚了。另外，他缜密的思维和毫无破绽的作案，再加上之后的神秘失踪，都使得 DB Cooper 这个人成为了一代传奇。他并没有因为劫机遗臭万年，反而因为这次的劫机案使他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。后来他的事迹还拍成了好多电视剧和电影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人对 DB Cooper 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本视频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